偏偏那两个家伙要提蓝曦臣，忽然间意识到他对蓝忘机是真心喜欢，魏无羡慌乱起来。他不想推翻自己之前的人设，也不想啪啪打脸，所以只能硬着头皮说为了情趣。他要蓝忘机，也要面子，应该有办法可以鱼与熊掌都能兼得。但他也很介意，蓝忘机明明晚上要来陪自己看电影的，怎么会有事还要去忙？蓝湛到底去干嘛了？魏无羡越想越不对劲，他再也坐不住，直接跑了出去。刚出电影院，就碰到江澄和聂怀桑往回走。怎么又回来了？魏无羡疑惑。哎呀，你刚没看到，我姐出来把金子轩骂了一顿，打车回家了，哈哈。江澄骄傲得很，我跟怀桑说回来找你玩。哦，那你们看到蓝湛没有？魏无羡才没有心情跟他们玩。你前夫哥呀？他开车走了。聂怀桑指了指远处。他去哪了？魏无羡追问。这我们怎么知道？江澄无语道，是你前夫哥又不是我们前夫哥。我猜他回蓝家了。聂怀桑思考了一下，说道，如果没有提前安排的话，蓝忘机晚上一般不会有什么娱乐活动。啊？你怎么比我还了解前夫哥？魏无羡醋醋的。西城哥哥给我说的喽。聂怀桑说，所以你要去找蓝忘机？这还用问？江澄白了他一眼。那祝你好运。两人说着便要离开。等等。魏无羡连忙叫住聂怀桑，我不知道蓝家的地址啊。哦。聂怀桑拿出手机给他发定位。你连前婆家在哪都不知道哦。江澄忍不住吐槽。魏无羡打车来到蓝家的大宅子，绕着围墙走了半天，惊叹在城区也能有这样幽静别致的宅邸。他肯定不能堂堂正正从大门进去，还好围墙不算高，魏无羡轻松一跃就翻进了宅子。他眼尖，老远就看到停车场有一辆熟悉的车子，蓝湛果然在这里。宅子内部布置得很古朴雅致，还好四周没什么人走动。魏无羡蹑手蹑脚穿过花园，房子一楼亮着灯，却没看到有蓝忘机的身影。莫非在楼上啊？魏无羡犯难。他绕着小楼走了快一圈，终于在底楼阳台看到蓝忘机，似乎正在认真看书。真是的，不陪我却跑回家看书，一句情趣就这么生气。魏无羡轻松翻上阳台栏杆，别说你蓝湛不喜欢情趣，哼，床上比谁都凶，大家都是刚刚在一起，难不成还深情似海啊？魏无羡潇洒跳到阳台上，理直气壮叉腰道，前夫哥，我来接你回家啦。蓝曦臣下的书都差点掉在地上，回头看到魏无羡才松了口气，原来是无羡。魏无羡一僵，尴尬地站在原地，跑也不是，不跑也不是。叔父，无羡来了。蓝曦臣冲客厅喊了一声。蓝湛不在吗？魏无羡声音都在颤抖，他的车不都在这里吗？那个呀，我家一模一样的车有好几辆呢。蓝曦臣笑道，忘机今晚没说要回来啊。抱歉，那我先告辞了。魏无羡转身爬上栏杆又要溜。没有路吗？你怎么老是翻来翻去？蓝启仁一出来就看到魏无羡的不雅动作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翻墙的时候就看到你了。前婆家吗？怎么敢走大门呢？蓝忘机先回家了，佯装生气再把对方撇下离开，这种事做起来很不适应。于是他直接回家，最近他准备在家里给魏无羡弄一间画室，按照上次在画廊看到的颜料工具准备齐全。这人是因为自己才又开始画画，这让蓝忘机很满意，必须要把魏无羡给他画肖像画这个爱好持续下去才行。本以为被丢下的魏无羡会气呼呼地追着自己出来，或者是早早就回家，哪知道蓝忘机都忙活了好一会儿，都没见人回来。莫非是又跟谁出去吃宵夜喝酒去了？蓝忘机微蹙眉头，忽然有些后悔。魏婴虽然不是他自称的那种放荡作风，但贪玩的性格还是在的。果然还是不能随随便便把他一个人丢下。正后悔时，蓝忘机的手机响了。大哥，忘机，有个事情可能需要你来处理。蓝曦臣话没说完，电话里就传来蓝启仁恼怒的声音。忘机，过来一趟。蓝忘机来到蓝家时，三人正坐在一起，眼神看向不同的方向，都没说话。魏婴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蓝忘机打破沉默。我以为你回蓝家了，过来看看你在干嘛。
魏无羡老实说。忘机，你还在跟他来往？蓝启仁声音颇有威严，让现场氛围再次严肃起来。得知内情的蓝曦臣也没料到叔父会这般生气。是的，蓝忘机坦率回答。这是为什么？蓝启仁不能理解，这小子为了躲自家侄子，在国外硬生生待了好多年，回国后好不容易离婚，怎么又混在一起？来往都不行吗？魏无羡不乐意了，谁说离婚了就不能来往？站在你的立场说这种话合适吗？蓝启仁反问。我哪知道？魏无羡又沉默了。蓝忘机能猜到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哪知道蓝站长这么好看，好在魏无羡把这句话逼了回去，这说出来不得把蓝启仁给气炸。结婚的时候你在哪里？蓝启仁正色道，忘机为了你这几年根本没考虑过找对象的事情，为何现在离婚了又来找他？他喜欢的是我，怎么会找其他对象？魏无羡小声嘟囔道。他见过你吗？蓝启仁哼了一声，就喜欢你。看着两人忽然拌起嘴来，蓝曦臣没有插话的份，蓝忘机则是想看看魏无羡到底能说出几句真心话。见面后再喜欢不可以吗？魏无羡大声反驳，我也是见面后才看上蓝湛的呀，感情的事情能这么随便吗？蓝启仁暴怒，反正我俩已经随便过了。魏无羡不甘示弱。蓝启仁瞪大眼睛，似乎很快就明白魏无羡话中的意思，好不容易稳住呼吸，才对蓝曦臣道，给你魏叔叔打电话。见魏无死鸭子嘴硬，蓝忘机也没想开口。魏无羡破罐子破摔，直接往沙发一坐，翘着腿把脸撇到一边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蓝启仁大概也有点生蓝忘机的气，径直去书房。魏长泽过来后，和蓝启仁谈了好一会，出来只对魏无羡淡淡说一句，阿英，回家吧。魏无羡没有反驳，乖乖跟着魏长泽离开。时间太晚，蓝启仁也够糟心，今晚是没心情再跟蓝忘机谈话。忘机，先去睡觉，明天再跟叔父好好谈谈。蓝曦臣说，有空也好好再跟无羡谈谈。蓝忘机拿起车钥匙，那我先回去。还要走？蓝曦臣惊讶道。蓝忘机点点头，那本是两人的婚房，既然魏婴被带回魏家，那他绝对不能让房子再空着，再次被闲置。虽然魏无羡在这边只住过几日，但对蓝忘机来说，房子里处处都是魏无羡的气息。或许魏婴还是没有想明白，自己不该那样激他。这下让长辈提前知道两人的事情，复合的道路感觉又坎坷了许多。蓝忘机放好水，躺进浴缸。如何平衡魏婴和叔父两边的关系，他还得再仔细思考一下。忽然，浴室的门忽然被推开。一个人也有兴致泡澡啊。魏无羡大大咧咧三两下脱掉衣服，扑通一声进入浴缸。魏婴，怎么又过来了？蓝忘机坐起身子，刚才太过专注，完全没发觉有人进入房子。翻窗跑出来的，嘿嘿。魏无羡十分轻佻地凑过去，在妙思唇边落下一个吻，有没有偷情的感觉？